大家看到了吗？即便去年啊，我们棒球赢了日本，日本人不仅没有生气或是不爽台湾人之外，反而还用挺台湾棒球的应援歌曲来欢迎台湾的游客。相对，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小粉红对运动赛事他们是怎么样的心态。现场的中国观众对着印尼人喊“中国永远是你爸爸”。对比前天中国官员双手插在口袋，颐指气使的面对有礼貌的日本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这个国家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员到小粉红国民都是如此的傲慢。昨天有非常多的网友发现中国官员穿的所谓中山装，很像日本高中生的装扮。当然，所谓中山装是孙中山参考日本的结晶改良而成的。但你们知道讽刺的是什么吗？中国的中山装衣服应该要有4个口袋，这4个口袋象征着礼义廉耻。而你知道，在中国古代这片土地上，掌管外交的是礼部。而这名中国官员穿的明显不是正统的中山装，因为正统的中山装它会有这种外翻的衣领，对吧？也没有那4个象征礼义廉耻的口袋，非常搞笑。而怎么看都比较像是日本高中生的那种结衣的服装。所以中国官员为了示好装成这个日本暴走族高中生那样不良高中生那样的，要表示一下，其实我们是很喜欢日本的。当然了，这是玩笑话。但是在中国发生赴日旅游警示之后一艘开往冲绳的中国邮轮，竟然没有征得多数游客的同意之下，直接无预警的在石垣岛宫古岛附近直接返航回了广州。随后他们发布了通知说，为了响应爱国精神，那本公司决定取消12月下船去日本的行程。那我们从这份声明稿来看，似乎还是会停靠在日本的码头，只是说不准中国的游客下船到日本的陆地上。非常搞笑，对吧？我认为这个不要下船对日本的旅游生态会好一些。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你看下面的留言就说什么，作为中国人，我支持日本人禁止中国人进入日本，100%的中国人，所以我才说嘛，最好不要下船。你看人家中国游客都爬城墙要进攻日本城了，战国时代的大明攻打大阪城吗？这就是所谓的中共要攻打日本的意思吗？还是要学火烧本能寺呢？我们再看下一段影片一名日本和尚提醒中国游客不要做一些奇怪或是越矩的行为，结果你听一下中国游客是怎么回答的。注意した際に返された言葉です。ここダメって言われてんやからやめてやって言ったら、もうすぐ中国の一部になるのに、偉そうにしたら消されるよって。有没有非常搞笑？你说这样的中国游客的素质是少数吗？我就不要说出国去海外的我就说中国平常在国内的。在你家附近小区的、街边小巷弄的、小摊贩的，遇到的顾客素质都是好的呢，还是差的呢？还是说你们其实认为那是好的，但是在我们国家或是在日本人来说眼里是差的？你们国家请问遵循排队，不管1线、2线、3线、4线、5线城市包含贵州高铁、贵州地铁、捷运、地铁好好排队的人是多数吗？会遵循先下车后上车的人是多数吗？我相信你们自己心照不宣，这可能是你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在非抽烟的环境下还硬要抽烟的人，在中国是少数吗？连在飞机上都可以抽烟。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强国人太夸张了，竟然在飞机公然抽烟。昨天，一班从香港往雅加达的飞机上，一名讲普通话的男子疑似烟瘾发作，在飞机上抽烟，幸好空中服务员及时发现，才没有意外。这样你干脆在飞机上玩鞭炮了，好不好？那个野炊也可以嘛。而且日本和尚是好声好气的提醒你，你竟然回他说日本是中国的，日本迟早会是中国的，还说要弄死人家日本和尚。所以你因此不被欢迎来日本或是其他国家，你还有脸说别人国家歧视你？中国政府跟小粉红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巨婴。不仅台湾要是中国的，连日本都必须得是中国的，连月亮也是中国的，你们知道吗？因为嫦娥是中华文化的神
太阳也是中国的，因为中国的神后羿射下了9个太阳，只保留1个，所以仅剩的那一颗太阳，为了感谢中国的神后羿的饶恕，就归属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阳光之照射所在地，你以为是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吗？错，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夏领土。就如你们所说的，日本很危险，又无端的歧视中国人，所以我建议你们去缅甸或柬埔寨、北韩或是阿富汗旅游都不错。毕竟这些国家的领导都跟你们国家的领导是好兄弟、好朋友。叙利亚也不错啊。驻柬埔寨的中国大使馆汪文斌最近也说过，柬埔寨是一个非常适合中国人来旅游的好地方，非常的安全，绝对不会你今天人在柬埔寨旅游，明天你的器官就在哪一个中国高官身上，或是在缅北诈骗园区了。绝对不会，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最近别来日本了，不安全。那不来日本的话，还有什么旅游的地方可以选择呢？我推荐柬埔寨。最近那个汪文斌大使亲自打 call 现在正是来柬埔寨旅游的最佳时机。那你会去柬埔寨吗？评论区告诉我。这个人我估计就是反讽的他那个柬埔寨的那个寨还不小心笑了一下。我们接着看一下，中国旅客突然取消了将近50万张机票，取消了不少旅游签证。那我们看一下日本这个旅行社的反应。皆さんこれキャンセルの作業をされてる。そうですね。珍しいです。みんな無言です。無言で作業をするしかない。そう話すのは中国人向けの旅行を手配する旅行会社です。中国からの団体ツアーのキャンセルが急増。昨日は全体の1割だったキャンセルが今日は7割まで跳ね上が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愛知県蒲郡市にある蒲郡ホテル、一昨日からある異変が起きていました。中国の旅行会社さんからキャンセルが続出いたしました。とりあえず今年いっぱいキャンセル。このホテルでキャンセルになったツアーは今月分だけで実に28件、合わせておよそ1000人分に上ります。予約確定して、それからファイナルリストって届くんですね。それが届いてからのキャンセルっていうのは今まで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しかもキャンセルはなんとか免除してくださいっていう要請が来てますので、ちょっと正直困って。このホテルでは宿泊客のおよそ半数が中国からの旅行客で、館内の利用案内にも目立つように中国語が並んでいます。虽然不少小粉红响应了中共的号召反日，像是这段影片就是由中国警察拍的，一个国家的警察竟然会这样拍，你能想象吗？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家人们，警醒，别再订去日本的机票和酒店了。公安叔叔今天化身劝退博主，主打一个苦口婆心。近期要去日本，纯纯的花钱找罪受，在家给安全开盲盒。你以为是去追樱花吃刺身，小心变成渡劫局。治安不进，遇袭风险高，电信诈骗专盯中国人，富士山爬山。这个电信诈骗专盯中国人，就是最多的那些4大集团的元首。4大集团的诈骗大佬都是中国人嘛？我在海外被人家骗了，不好意思，骗你那个人可能是中国人。而且我们影片最后会带大家来看一下，中国的治安其实比日本还差的非常多。这个是中国政府自己在村委会发的公告，而且是各地的村委会。中国有几个村镇我就不用说了吧，几万个村以上吧。富士山爬山可能会失联。富士山爬山为什么会失联？因为你举5星旗在摆拍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就滑下山坡了。铁轨打卡更是拿命赌侥幸。你在讲什么屁话？你知道日本最近应该前几个月就开始在讨论说，为什么中国游客常常在那个日本知名的铁道被撞？因为他们明明知道电车跟火车要来，他们就硬要在那边拍照，结果被撞。其实这个现象不是只有发生在日本，你们自己去翻一下中国网站上有多少的中国跳舞团、大妈团直接在大马路上跳，车子来他们还硬要跳，车子都要绕道，在大马路上在桥上的大马路上也可以跳，甚至还在桥上、在路上打起羽毛球。这个状况，我相信中国人，你们在抖音上或是在快手上刷到的应该不少吧？中国人连在自己国家都这样，更何况是在外国，对不对？我们接着继续看。更别提地震和暴风雨，说来就来，没医保看病花钱如流水。对，地震是说来就来暴风雨、台风是说来就来的吗？可能只有在你们中国是说来就来吧。就气象预报明明就是前5天、前7天跟你说台风要来，然后各地就会泄洪你中国嘞？是台风来了之后一起泄洪，所以广西百色淹水1个半月，淹到现在还在淹。馆长吹的那个解放军救灾效率真的很赞。本来想度假放松，结果可能就是花钱买罪受，再加救援套餐了。
国家外交部、文旅部等多方官网都再三提醒了，咱犯不着跟安全较劲儿。哎，朋友，国内这么多美食美景不够你选，云南的花，新疆的串，东北的雪，哪样不比菜坑之里香呀，朋友？听劝的都是聪明人，安全永远比打卡重要。转发给准备去日本的那些朋友，咱们在家安安稳稳的，比啥都强。滚，咱不去。你能想象这是由一个国家的警察拍的吗？我们就只看一下日本官员是怎么评价关于外国人大闹日本或犯罪的事情。一部の外国人による違法行為やルールからの逸脱に対して毅然と対応して国民の皆様の不安や不公平感を解消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悪いことをする人は一人も日本にはいませんと、ちゃんとルールと法を守っている人しか日本にはいないんですよっていう状況を作らないと。台湾は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来を有する極めて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大切な友人であります。資源や食料の多くを海外との貿易に依存する我が国にとってシーレーンの安全確保は極めて重要で、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確保は重要です。このように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は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はもとより国際社会の安定にとっても重要です。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を確保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の独立と平和、国民の命と平和な暮らしを守り抜くため、いかなる事態にも対応できるよう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你知道吗？日本公布过刑事犯案，就是外国人刑事犯案前两名中国人占了1名。韩国公布了外国人刑事犯案，中国人占比45%。但同时确实也是有一些理性的中国游客不想理中共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人的反应吧。私たちは自由に旅行するつもりです。まだまだ行きたいところがあるので、日本にはまた来るつもりです。私たち一般市民には関係ないです。很干净。日本は綺麗ですし、また遊びに行きたいです。渡航自粛要請については知らないし、わからない。中国政府の渡航自粛要請には冷静に見ている。そもそも知らないという人も多い一方で、中国政府への見解は。如果没有特に政策が変わらなければ、今後も日本には来ます。我觉得日本还是挺安全的。私は日本は安全だと思います。無視する無視する無視無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と国との間のことは政治家に任せればいいです。目前没有什么大今のところ心配する場面はありません。出会った人は皆フレンドリーです。而中国的反制是什么呢？是让中国的各大电视台、新闻媒体从11月7号到11月23号接连播出一堆的抗日神剧或是抗日电影。六公主节目单抗战电影刷屏。11月17号，央视官网发布本周17号至23号节目单。记者注意到，央视电影频道本周每天都至少播出一部抗战题材电影，如《三元1937》《宋庄战斗》《维保枪声》《萧峰血战陈庄》等。其实你们知道为什么中国反应这么大吗？德国在11月4号，德国的外长也说咯，台湾有事也是德国有事，但为什么德国没有面临到中共政府这么大的强烈反应？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知道日本真的有能力，跟日本真的可以帮助台湾，因为真的是命运共同体。但德国太远了，德国要帮那个力道可能不如日本来的这么大。第二个是日本因为以前犯过的错，二战的事情，所以可以有炒作的空间。德国虽然在二战也犯过错，但是离中国太远了，所以炒作不起来。不好意思，其实是3个原因。第3个原因是中国最近需要转移社会矛盾跟经济大萧条的事情，让人民觉得我们现在过得很苦，过得不好，大萧条都是日本的错。那日本是谁指使他？是美国，所以通通都是西方，都是全世界的错。中国人完全没有错，我们太可怜了。为什么现在经济不好？日本跟美国因为看不起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经济不好？因为日本跟美国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所以我们经济不好。中国有一句名言很矛盾哦，在以前他们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常常被欺负，是因为我们穷，我们弱小，所以人家看我们好欺负就打我们。但现在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中国人现在因为强大，太强大了，西方、日本人、台湾人、美国人怕我们了，所以要打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是，你弱小要被打，你强大也要被打？那这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呢，是因为你讨人厌，你耍流氓被打，而不是你强大或是弱小。如果你弱小要被打的话，世界上有太多弱小的国家了，帛琉嘛、安道尔嘛、马尔地夫嘛，这些国家为什么不挨打？对吧？你说要最强大的国家要挨打，那美国应该要挨打啦，英国要挨打啦，德国要挨打啦，为什么只有你中国挨打？所以就是你耍流氓。你们知道中国普通理性的网友是怎么反制这个抗日神剧的吗？他们场场爆满《鬼面之刃》，但面对中国昨天突然宣布要抵制日本水产的情况，让小粉红觉得中国又赢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哈，2022年日本输出的水产，中国占比非常大，是最大的国家哦。台湾跟美国加起来
还输中国的总量。但是2023年，中国因为核废水事件突然宣布抵制日本水产之后，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的数据，中国占比变成基本可忽略不计，可见日本做风险评估跟规划是非常成功的。而这仅仅只是制裁1年，这已经是非常短的阵痛期了，对不对？而中国自己国内的水产价格是越来越低，跟大通缩萧条有关系。以前我天天出海捕鱼的日子过得是非常好，因为大家都会来买鱼。但是我现在一样天天出海捕鱼，但为什么价格越来越便宜了？为什么鱼都卖不完？因为人民没有钱消费，因为大萧条。还有一张图片非常搞笑，昨天一名小粉红看见，原来中国还没有恢复对日本牛肉进口的谈判啊。那他这几年吃的日本和牛都是吃假的吗？是的，没有错，你终于知道了，你吃的都是预制菜跟地沟油啊。我们看另外一张留言图，表示说什么呢？一名小粉红表示，他要去终结2000万日本人的生命，不行的话就赶去台湾执行。结果下面理性的中国网友呛他说：“你在疫情封城的期间呐，几个老头保安就把你关在家里，你敢出来吗？你敢去 S 他们吗？”非常搞笑，你估计连你家的村干部还有城管你都打不赢了。而且中国人不像台湾男生一样啊，要当兵，要拿枪训练、实弹射击。一堆小粉红一辈子没碰过真枪，却成天说要喊打喊杀，要侵略别人。摸过枪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武装是为了要保护自己，或是保护身边被欺负的人，而不是为了掠夺或是改变他人的生活跟政治形态。当然，越来越多中国网友因为不敢直接呛中共政府、呛习近平，所以他们在中国发布了对日本的图文下面都回应到哭脸或是比赞。这个其实是中国社交平台上长期阴阳怪气、不认同的做法。而昨天有不少中国退去日本机票的网友啊，在讨论要去哪。原本说要去韩国，结果不少韩国网友吓死，说你不要来，我求你不要来，我会怕。甚至啊，韩国知名咖啡店啊，直接在官网跟门口上贴出了英文告示，说禁止中国人进入。当然，韩国店家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也是逼于无奈啊，因为长期以来，他们的店在他们店内闹事的、无理取闹的，无一例外都是中国人，说话大小声的，把我们咖啡厅当作是菜市场一样的，都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店才会出此下策。当然，现在中国网友说，好吧，韩国不欢迎我们，那我们来去新加坡吧。毕竟新加坡免签，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的反应哈。中国的回去了，在新加坡说嘛，来，你给我大小声说嘛，我土生土长新加坡人了，回中国了，你中国有饭吃吗？没有，回家了。说得很好啊，现在越来越多国家的人都对中国的经济有普遍的认知，中国经济正在大萧条，内需不振，又天天抵制他人的进出口。你是一个严重依赖进出口的国家，你又去跟美国较劲，你又去跟日本、跟台湾、跟很多国家较劲，自己也因为关税的问题减少了非常多外贸订单。现在才11月，中国各地的村委会竟然开始宣告说，这些提前返乡的人要到村干部中心进行报到，为了防止治安混乱的事件。所以这不觉得奇怪吗？你对日本发布日本治安不好干什么呢？你自己都怕中国人回家乡了，然后你却说日本人在歧视你中国人，那你这样算不算自己在歧视中国人呢？你有听过世界上任何人要回自己的父母家要通报村长的吗？全世界只有中国或是北韩可能会这样做吧？为什么要发布这种命令呢？你都知道，在亚洲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过年的习惯嘛，春节包含日本、越南、韩国也都有在过年的习惯。但是现在中国很多工厂都停业或是减少它的产能，所以很多失业的人必须提前回老家。回老家不是只有过年而已，可能他们要长期待在老家，因为城市没有工作，回老家起码还有田可以种地，可以吃观音土，对不对？起码不会饿死。但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怕中国人民会有恶性事件？因为这个通报上面讲的是怕会有大规模的恶性事件。因为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萧条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很怕会有大规模的恶性事件，进而演变成针对中共政府的事件，所以发布了这些公告。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最近中国的经济惨况吧。让特斯拉滚出中国，让德系车滚出中国，让日系车也滚出中国。很多国人啊喊着，国人你必须支持国货。但是呢，你想过没有啊？如果国外的产品真的离开了中国，你可能啊
连国产车你都买不起了。最近一大批核心外资消费品牌正在谋求退出或者是部分的退出中国市场。11月4号，星巴克将中国业务的60%出售给了国力资本。紧接着，在11月10号，汉堡王母公司 RB 宣布将中国业务的83%的股权出售给 CPE 元丰资本。Costa Coffee 和 Peet's Coffee 的中国业务也在出售当中。哈根达斯中国出售的路演也已经开锣。说只是一家外资在撤离，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是大批外资集体撤离。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喜欢这个订阅，不喜欢记得一定要帮我封锁。我是89，下次见了，拜。